全台有大大小小的凶宅，但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洪若潭凶宅。故事开始前，记得帮去能 News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2001年，洪若潭一家5口凭空从3000平的豪宅消失，只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内容很详尽，但找不到人。警方发现洪若潭家里竟然有个焚化炉，一般寻常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开还好，一开全场都吓坏了。这个焚化炉里面有2具交叠的遗体，根据鉴识结果，就是洪若潭夫妻。那他们的3个小孩去哪里了？这到底是亲生还是他杀？2001年深秋，全台湾都在关注彰化二林镇发生的一起案件，一时间小镇上挤满了媒体记者，还有来看热闹的人。不过，全都被挡在这道高耸的围墙外头。被封锁的宅院里发生什么事？其实洪若潭命案到目前为止，你说确切的一个案发原因，或者是为什么这5口人就这样不见了哦，这个到目前为止，警方说真的也没有很确切的答案了。发生案件呢是9月5号那一天因为洪若潭他家本来是做胶带跟贴纸工厂，他故障就是说公司有一张票快要跳票了，没有人去处理，要找这个洪先生。这个找负责人来处理，后来他们故障跟公司的一个总经理，他们跳围墙进去。一进去没有半个人，3000平的宅院安静的让人发毛，绕了一大圈，只找到更让人害怕的东西。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就很奇怪，就直冲那个房子的那个屋子里面，一进去之后竟然在那个神明桌、客厅，还甚至主卧室里面。什么人都没有，可是就发现在这个3个地方找到了遗书。遗书内容大略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家庭失和和对政局失望，带着家人一起走上绝路。洪若潭一家5口疑似自焚死亡案件，警方虽然在现场找到遗书，但是案情疑点并没有获得解答。就算遗书内容写得再详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洪家5口若是真的走上绝路，也要等看到遗体才能够确认。整个洪若潭的那个豪宅，3000多平的豪宅，全部都封锁，开始要仔细搜证啊。可是找了半天，人呢？奇怪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翻遍了，就是找不到。直到刑警在庭院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家里突然会有多了一个我们以前刑案完全没有看过的焚化炉，那当然引起我们的这个无限的这个想象啊，谁家里会买个焚化炉在家里？这个就很吊诡的一件事情哦。那个焚化炉的长度是240公分的，高跟宽是170公分，表示这个焚化炉虽然是小型的，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讲的话，要烧任何东西都绰绰有余啊，怎么会有一个新的焚化炉在这边？他们就开始对焚化炉产生了好奇，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他从外观这样先看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焚化炉的旁边那个炉门四周围，竟然有熏黑的那个迹象，就表示这个焚化炉最近有烧过。战战兢兢打开门一看，见到的景象吓坏了在场所有人。不开还好，一开的话，现场所有人都傻了。门一打开之后，里面竟然有2具烧黑的尸体，竟然还交叠在一起。躺在里面的会是洪若潭，还有他的妻子姚宝月吗？踩到有1滴血那1滴血，我记得比对出来是姚女士的。洪若潭有点趴着保护着姚宝月的那种形态了那因为姚宝月在底下他的焚烧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所以几乎他的大概颈部以下大概都已经烧成灰了那洪若潭的部分大概还可以看得出来，大概胸部以上大概都还没有很燃烧的完全洪若潭的部分，我们把它的气管去做切开，那有发现到有一些积碳那积碳表示说在死亡当时它是还有呼吸的既然采集到了 DNA， 几乎可以确定焚化炉里头的就是洪若潭和姚宝月。
只不过警方反复推敲，想理出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携手走上绝路。说起洪若潭，他在附近一带可以说是小有名气，超过3000平的豪华宅院可不是谁都买得起。出入靠名车代步，还养了几只冠军狼犬。这样人人称羡的生活，有能让他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告别世界的理由吗？我第一去吹，要吃这婚卡，这婚赛不好开，足精气神。进去里面，但是他平常的话，他都门都关起来，他没有开，很少开。当了多年邻居，对他还是不怎么熟悉。完美主义，注重隐私，几乎每个人谈到洪若潭都会提到。除了这些特质外，他的生活仿佛被罩上了一层厚重的纱，无法窥视。他那个人是。也是很有主见的人啊，很完美的人。这份执着帮助他在生意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讽刺的是，或许也因为这份执着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他遗书里面其实对很多家庭是不满的，家庭现况，因为姚宝月是他续弦再娶的第二老婆，可是他心里面又充满了说，讲洪若潭就讲说他自己的父母。还分化他夫妻2个跟小孩的感情。乡里对于洪家发生悲剧感到意外，却不惊讶。邻居认为这样结束很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关于洪若潭的闲言闲语没有一刻停过，或许无形中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嘛是爱面子啊，怎么说？生意生活大有，一日我在实话去看，嘛是一点点。不断累积，最终爆发。洪若潭选择以最激烈的手段告别，就算要走，也要符合他的完美主义。随着刑警不断深入，挖掘出更多洪若潭让人细思极恐的亲身剧本。也没有看过说谁会这么费功夫，然后花60几万，然后在家里做这个，当然会心里起疑。要抹消自己，选择用几千度的高温烧个精光，为此还特别定制焚化炉，并且拟定了一套周详的亲身计划。老板也有回忆说，啊，你干嘛买这个东西啦？吼，他说他家里有种大王椰子啦，这些啦，还有养一些动物吼，就直接在家里这样子烧一烧，所以他当时也不以为意。外头可以控制，就是说你跑到里边去的时候，它在3至5分钟以内，它可以燃烧机可以自动点火，它是自己点火嘛。那个炉体的炉本是从外头关的啦，啊，你硬要自己从里头把它关起来也可以啊。那在9月2号的下午的时候，那业者也接到洪若潭的电话，说他在试着焚烧2只狗焚烧2只狗那因为火势跟烟太大会烧到这个旁边的椰子树那怎么样解决那业者也教他说这个把中风的风量把它开大这卖焚化炉给他的这个老板激动的讲了一句说，如果知道他要拿来自杀，我这笔钱我真的不忍心赚。定制焚化炉时，向老板要求加装自动点火功能。案发之后，他回想起来，这个举动就是为了亲身做准备，让他们有时间可以躺进焚化炉里。但洪若潭和妻子的遗体本该化成灰啊，怎么会留下残骸？他们有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在现场还发现了地上有铁丝一捆一捆的铁丝跟老虎钳，而且他们在那个门上面。竟然从里面有一根铁丝是绑在门外，再伸到门旁边这样进来，就在洪若潭身体旁边。他们就当作讲说，你看他可能把他老婆迷昏之后，他也自己帮自己打了迷药之后进去，他没有办法从外面把整个焚化炉的门锁起来，那他怎么办？弄铁丝嘛，捆绑之后他进去就在里面拉铁丝啊，尽量把它拉紧之后。哪知道这条铁丝，后来就变成警方推论，觉得说应该是洪若潭，他为了要轻生之后，他弄的，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的尸体到最后下半身是没有完全烧炭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只是还有一点，3个小孩子去哪里了？如果真的按照遗书内容所写，已经烧了撒向大海，证据呢？洪若潭和前妻有3个小孩，目前分别在上大学、研究所和工作。可是洪若潭的遗书中写着，再娶得不到家人的谅解，3个成年的小孩都已经根据意愿将骨灰撒向大海。这真的就表示3个已经是大人的洪若潭子女全数离开人世吗？后来警方在他们家找到那几滴小滴的那个喷溅血迹的时候，那个时候警方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采证、一个突破、案情突破。为什么？因为他这种喷溅的血迹有可能就是用注射针用力拿那个针筒刺下去之后，血液喷溅出来留下来的那个痕迹啊，所以才会推论说是不是洪若潭觉得说小孩子不答应跟我一起走，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嘛。那这个案子说实在话，就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因为都是推论的，都是一些即使这些推论跟这些间接证据看起来相当的完美，而且故事相当的完整，可是说实在话，因为我们缺乏直接证据的话，所以这个答案最终的答案，我们也只能说最终的答案只能是一个谜团。洪家灭门案发生已经20多年，许多谜团还是没有解开。也许正巧符合洪若潭低调的个性，让这起案件不要被看得太过清晰。去年的 news， 我是 Cindy 吕。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也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或追踪我的粉丝团，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我们下次见，拜拜。